使用这个 IQ 卡作业系统，就算工厂的作业员不是手臂专家，我们内建非常多拖曳的方块，就可以执行简单初步的自动化设计。一般中小企业主可能不需要聘请什么资工资款系的人员，也可以在接受适当教育训练后自行修改每次因为工件或者是产品变化需要去调整一些路径或者是取放动作等等的。大家好，欢迎回到 TCMIC， 我是主持人 Robert。那不同于往常的产业要闻，今天是 TCMIC 的台北自动化展展前特辑。那这一系列的节目将在展前1个月的每周一上线。如果对自动化或工业领域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在自动化领域中的翘楚，世界机械手臂4大家族之一的 KUKA 来到节目中。那这一集会有 KUKA 行销公关经理 Jen来为我们分享机械手的趋势，以及本次自动化展中展出的最新应用。那让我们听听 Jen 怎么说。那 Jen 你好，在我们开始介绍产品之前，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 KUKA 呢？好的，谢谢 Robert 邀请 KUKA 来上 TCMIC 的 Podcast 频道。大家好，我是 KUKA 台湾行销公关经理 Jin，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边为大家分享 KUKA 在今年自动化展即将展出的最新技术。首先帮大家介绍一下 KUKA 是一家源自于德国，而现今活跃于全球，我们在25个国家有分公司的一个自动化集团。2022年的全球营收呢高达40亿欧元，员工也超过15000名，刚好今年是 KUKA 成立的125周年。我们是世界上6轴工业手臂的先驱，也是手臂4大家族之一，同时还常常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或者是 IF 设计大奖。那作为全球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呢，我们服务遍及汽车、电子产品、金属或者是塑料处理、消费品、电子商务、零售跟医疗保健等领域。以往我们提到 KUKA，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一只橘色粗壮的机械手将引擎举起来放到汽车中，或者4-5只机械手同时进行焊接的工作。不过 KUKA 是不是除了这种工业型的机械手之外，在协作型的手臂也有许多厉害之处？ Jen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KUKA 最新的这个协作型机械手吗？没有问题。KUKA 其实从10多年前，大概2010年代就开始发展协作型手臂。我们之前第一代是 LBR EVA 这个机种。那2023年呢，亚太区正式上市 LBR Easy 这个新机种。那它除了一般认知中协作型机器人的优点，也就是包含容易操作啦，可以人机协作之外呢， KUKA 最新的协作型机器人 Easy 有3个不同于市面上其他品牌的强大优势哦。第一个是我们各轴的转速非常的快。一般来讲，协作型手臂因为它的强壮或耐用程度的问题，一般来讲都不会转得太快，尤其是安全性上面的考量。可是 Easy 它在各轴展现极快的运作速度，稳定又能够精确的高速运行，是我们的一大特点。再来第二个，安全。不同于其他协作型手臂， KUKA 的 LBR Easy 这个款式呢，我们6轴在出厂的时候就标配了 Force Torque Sensor 这样的一个力矩感测装置，并且呢可以各轴各自独立去设定你所需要的力矩值，避免一些误作动、碰停啊等等的状况。它可以更细致的同时确保安全以及操作的顺畅。在第3个呢是耐用。 Easy 它有非常多关键的零组件，使用的都是工业等级的这些零件，无论是轴承啊、马达啊，或者是各处大大小小的关键配件等，所以耐用度高，维护保养的需求相对会更低。这就是 KUKA 今年推出协作型机器人 Easy 的3大特点。OK， 那我们在目前人力缺乏的情况下，我想一台协作型机器人是可以减少这种重复性人力，但是在中小企业主最担心的是，他买了协作型 KUKA 也协助帮他们设定好了，但是当要换线的时候，或者是有出现异常需要排除的时候，企业主会不会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部分 KUKA 在这次产品上有什么样的突破呢？这个 Robert 问题问的真的非常的符合企业主的心声哈。协作型的手臂除了协作这个优势之外呢，通常它还要能够容易操作跟容易编程，也就是我们说的撰写程式。那 Easy 呢，它更是搭配了KUKA一个划时代最新的作业系统，我们叫它 IQ 卡 OS。 那所以易于理解跟使用直观是一定要具备的特色之外呢，这套作业系统它的结构是用 Linux 核心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概念会跟工厂一般的操作非常的像。再来
我们标配一个 SmartPad Pro， 我们叫做教导器，触碰式的，萤幕面板大到10寸，所以可以提供很好的图像化视觉导引，它甚至比你 iPad Air 的10.8寸哦。因此呢，使用这个 iQ 卡作业系统，就算工厂的作业员不是手臂专家，我们内建非常多拖曳的方块，就可以执行简单初步的自动化设计。那么在硬体的方面呢，我们有许多常见的工具，譬如说 Zimmer、熊克这些夹爪啦，或者是前端的工具，只要它是 ISO 法兰的，都可以很短的时间去替换对接。那因此，一般中小企业主可能不需要聘请什么资工资款系的人员，也可以在接受适当教育训练后，自行修改每次因为工件或者是产品变化需要去调整一些路径或者是取放动作等等的，使用 iQ 卡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尽量的图像化简单操作，让中小企业主客制化变更容易。刚刚你有提到这个简单的教育训练，那如果我买了这个协作型机械手，库卡有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训练？是我可以去你们的中心进行受训呢，还是你们有一些线上的课程可以让我们稍微看一下的呢？是，首先我们还是蛮建议，就是客户可以到我们不管是台北或者是台中，我们各有一个办公室来进行为期3天，每天约6到8小时含实作的教育训练，其中会包含一些安全性的概念，那不管是协作型或者是工业型，他们都有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安全规范嘛，然后以及操作的概念如何撰写程式啦，手臂它的定位坐标中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去理解的。其实身为德国的德系品牌，我们是非常重视教育训练这一块，因此呢，只要是跟库卡有订购手臂，基本上我们都会标配提供一个至少3天完整18到24小时的教育训练，在台北跟台中都可以上课。OK， 那我想这些年的这个工业用地的取得的困难，以及人力成本逐渐提升，全球市场逐渐就导入这种协作型机器人。那库卡是怎么看这个趋势？那协作型机器人又适合哪些应用呢？好，确实没有错，因为协作型机器人它可以跟人很近距离的接触来工作，所以许多中小企业主都说我工厂没有空间，我不想要架设围篱，所以我需要使用协作型机器人。但是在我们自己判断要使用协作型机器人，请您务必跟我们库卡专业的 consultant， 我们有专业的工程师顾问来为您服务。一般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建议直接访厂，然后做需求的一个问答，以去厘清要用协作型机器人或者是工业型机器人呢，它需要去判断2个要件：空间和时间。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我人是把要作用的工件放到机器人的作用位置，我人就离开了，那么实际上就算不用协作机器人，因为在空间或时间上面完全的切干净了，它只要使用小型的工业型机器人，然后可能是用透明的玻璃或什么，给它一个比较好的作业范围，也不见得需要去使用协作型机器人。但是如果今天我的人跟机器人它在时间上面是有交互，也就是人跟机器人同时在一个非常近距离做动的话，那么还是建议使用协作型机器人，可以确保安全。这个部分还蛮希望如果有需求的客户、工厂或者是 end user 都可以跟库卡联络，我们可以派顾问工程师来为您评估。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协作型机器人可能适合哪些应用范围呢？大概我们可以分为6大点，包含生产线的组装，或者是10公斤到20公斤以下的搬运或者是物流贴标这一类在 logistic 类的工作，以及最常出现的就是给料、上下料，包含刚刚有提到 CNC 的机台这个部分，以及品质检测，可能是在协作型机器人的前端法兰面上安装一个2D、3D或者是雷射类的检测或视觉的机制来进行品质检测。再来呢，最常使用的刚刚有提到就是医疗保健的部分，因为毕竟是跟人直接来接触，因此协作型机器人在医疗保健上其实有非常大的作用。最后一个就是教育跟培训，由于新手使用者教育跟培训使用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能够完全注意的地方，使用协作型机器人来这样子培训教育会比较相对的安全。但是呢，协作型机器人并不是万能的哦。首先，因为协作这个特质，它会有比较多的侦测机制或设计口量，就像我们库卡6轴都会去标配这个 Force Tilt Sensor 的力学反射装置，因此呢，普遍在价格的均值上面一定会比同负载的工业型手臂是比较贵一点的。如果说今天客户的产线它的固定性是高的，
譬如说它的产品形制都差不多，顶多就是可能大小上面有点缩放。譬如说我们有做通风机具的测库，就是有这种通风机具形状都一样，只是大小问题去缩放的。那实际上不一定非要花比较高的费用去做协作型机器人不可。再来呢，因为安全机制还有碰停这些原则，协作型机器人通常外形比较修长，它各轴驱动马达也不会使用太大颗的，因此在这种物理条件的限制下，它的载重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可以超过30公斤以上的协作型机器人。因此如果是比较重工业或者是要搬运譬如说多罐饮料，那种一箱饮料可能都20-30公斤，它就不见得能够适用于协作型机器人。那但是以库卡而言，我们深耕在工业机器人当然就是40-50个年头，但是在协作型机器人也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因此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今年8月可以到台北自动化展库卡摊位，我们同时有展出各型包含协作型机器人，可以为大家做介绍。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虽然评估自己需要协作型机器人来操作，但是有可能其实我们不需要。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简单的检测方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表格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去先做一些研究来判断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服务吗？ OK 服务的话就请拨打库卡电话，这边要工商服务嘛，02-8978-1188好，开玩笑的。就是服务的部分如同刚刚有说到的，欢迎线上的听众可以电话或者是任何方式与库卡联络，来跟我们对谈洽询。那刚刚 Robert 有问到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格或者是制式性的问答可以去厘清我需不需要协作型机器人。坦白讲，目前还真的比较难有一些制式的表格。为什么？是因为机械手臂它是一种泛用型的工具，我个人就遇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行业，包含从要插葬礼上用的花山，一直到炼钢厂要去测炼钢炉的温度跟采样，这样子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说真心话，它不是一个标准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各位就是想要导入自动化的业主或者是使用者，我倒是建议可以往2个方向来想。今天自动化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你来料的规格化，以及作业流程的规格化，这2件事情在配合上我刚刚讲到的时间跟空间，工人和机器手臂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接触或者是交互的作用，那么在这个评估点上，我就会说不一定非要使用协作型机器人不可。但我们也曾经遇过是食品业，他想要在他的中央厨房里面以协作型机器人来协助一些食材的处理。那厨房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内场已经小到一个不行了，所以他就确实比较有可能需要用一个协作型的机器人来协助处理食材或者是炸物啊等等大家比较不想靠近的高温高油烟的区块。基本上工业自动化领域几乎每个案子都是100%客制化的，也很欢迎就是 user 可以来跟库卡联络，我们多聊聊多交流，说不定可以为您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关于协作型的机器人，那除了这次协作型的 EZ 之外，这次是不是在台北自动化展中也会展出市面上比较少见的 Delta 机器手臂？那是否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库卡在 Delta 机械手臂上的特点，以及目前产业界的成功应用案例吗？好的，没有错。确实Delta 可能有一些听众不是那么熟悉，它是一种吊挂型4轴的机器人，主要是应用为快速减放的。那库卡今年在自动化展上特别要展出的是库卡 Delta HM 这个系列，它是一个 Hygiene 的系列，也就是说它是卫生型的机器人。那其特点呢是整机全部都用不锈钢制成，因此如果说我们有遇过食品客户，他想要申请 HACCP， 他这样子使用特殊的 HM 机种，我们 Hygiene 机种的 Delta 机器人是比较能去符合食品稽核的条件的。那么刚刚有提到快速减放，也就是它每 0.32 秒就可以完成一个循环，它也通过了 CEUL 各项认证，使用食品级的润滑油，甚至第4轴我们也符合 ISO 14644级别4，那还有无尘室的规格，可以符合最要求严格的场域来使用。此外，它的机身全身是 IP67 的防护，第4轴也就是说跟食品接触的这个最近的一轴呢，甚至高达 IP69。
所以因为它有高度的防尘防水的功能，有2个特点。第一，食物的残渣啦、液体啊都比较不容易侵入到机身内部。第二，我们甚至可以用100K PA 这样子一个高压清洗的水去直接对它进行冲洗，而不会造成损害。我们库卡 Delta 它的结构整体符合德国 LSGB 食品级和美国联邦这个 FDA 食品的相关标准，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规格。那这边帮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马来西亚的，它是针对婴儿食品呢，要去减放汤匙放到类似像奶粉或者是说副食品的粉状包里面，那它就使用2台库卡 Delta， 它是每分钟2台一起去协作，在一个流水的输送带上去减放汤匙，那每分钟可以超过80根汤匙的量。它配合的是库卡的2D 物件识别软体，叫做 KUKA Vision Tech， 以及KUKA Pick Control。Pick Control 它的意思是同时去控制2台以上到10台，也就是可以同时控制2到10台的机械手臂，在一条流水线上，不会2个手臂去抢同一只汤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而是 OK， 你的这一秒判断了我捡了第一根汤匙，那下一秒判断可能另一台机器人就去捡第2根汤匙，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在移动中输送带抓取物件的技术。那既完成这样一个高效率、不出错又很符合卫生要求的工作成果。刚刚 Jane 有介绍这些很多不一样的案例及各式机器人的特色，但是由于台湾很多的加工厂的工具机可能都是使用很多年，所以说在这个与机台对接上面有没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库卡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是KUKA 呢，它对应就是跟工厂其他设备的连接有2个面向，我们可以来参考看看。第一个面向是，若您使用的是 CNC 机台的话呢，不妨考虑可以配合西门子的 828D 这个控制器，在德国已经跟库卡的机械手臂彼此互相连接验证5到10年的时间了。他们彼此之间是透过 Ethernet UDP 来做通讯的，可以抓取甚至 IO 的讯号，因此它在通讯上面非常的容易。甚至 CNC 机台的使用者，他不需要再学库卡机械手臂怎么做，他只要会用西门子的 828D 这个控制器，我们是直接以西门子控制器来控制手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可以符合 CNC 机台使用的操控方法。那第2个面向呢，则是我们库卡可以对应全球几乎是所有的主流通讯方式，包含 Profibus、Profinet 或者是 Ethernet、Ethercat，以及日系的 CC-Link、IE 等等，这些通讯装置在我库卡的软件或者是硬体里面都可以再去选用跟装配，因此非常易于和其他系统整合。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近年因为我们一直提到 ESG， 我相信有非常多工厂也被稽核需要去控制碳排啦，或者是要监控非常多的生产数字。那由于库卡程式具高度开放性，又可以以所有的主流通讯方式跟其他的系统整合起来，可以做到很有效的知识及数据共享，包含手臂控制的所有资料存取都有高度开放性，什么感测器啦、生产数据啦、电流值啊，通通都可以传到我们 PLC 上位控制系统里面，可以帮助企业主及时来掌控这个机械手臂的运作状况。那 Jane， 您对于自动化机械手的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库卡是否有在这些领域投入相关的资源呢？在全球这么多个国家有分公司，每年接触的客户真的是成千上万的案子哦。因此呢，以库卡而言，我们看这几年，大概这个2到3年内有5大趋势。第一件事情是机械手臂在可能原有的应用市场持续的深化。举例来说，我原本有食品业的客户，他可能只在最后端的堆栈使用机械手臂，发现可以很有效替代人力之后呢，一方面它的产品线可能不止饮料，还有饲料或者是各种重物，它就是将手臂应用到其他的产线上，或甚至连前端的破袋、上料它都引进了机械手。再来第2点是大型的电子或者是半导体的工厂，加速自动化产线的铺盖率，年限一到就是积极汰换到最新的款式。再来第3个趋势呢，则是跨界应用很明显的大幅增加。这边的跨界应用呢，包含 3D 列印，哇，材质千奇百怪，从金属 3D 列印，
还有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塑胶 3D 列印，甚至在台湾以及国外都有非常多的案例是水泥 3D 列印。我们库卡跟交大的王世元老师团队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王世元老师团队就是使用库卡的机械手臂去列印成凉亭或者是长椅。这些建筑材质刚刚有包含提到的水泥或者是环保塑胶类都被应用在里面。那此外就是在最前面我们有提到在医疗的部分，因为是跟人直接接触的库卡这几年哇真的是也是西门子我们的德国好伙伴哈，两个都是德国血统的，跟西门子合作了数千只的医疗手臂，包含针对肺癌或者是各种肿瘤的治疗，因为我们人体是会一直呼吸的嘛，所以那个肿瘤的位置是会随时随地偏移的。在传统的治疗当中放射线只照一个固定的区块，它很有可能当我吸气的时候肿瘤跑掉了，它就照到的健康细胞，它的治疗也不会那么精准。但是当我们搭配机械手臂之后，手臂可以上下配合人体呼吸，每一秒去靠视觉以及一些 3D 的感测确认我这个肿瘤的位置在哪边，然后随时配合上下的摆动，确保这个放射线的治疗都是一直照射在肿瘤上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跨界应用。再来第4个面向呢，是关于电商跟物流的扩大投资，尤其是20年到23年这个疫情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外像什么 Momo 啊，或者是Amazon 啊等等的，都积极的在扩建他们的物流设备跟系统，像贴标啦、快速传输啊等等，这些都会需要用到自动化设备。再来最后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像餐饮业是找不到人手的，因此这些 SME 中小企业他们也迈向自动化的领域，这是我们库卡观察到的5大趋势。那因此呢，对应这样的一个趋势，库卡这几年有3大发展重点。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 Easy 协作型手臂，它使用新的作业系统 IQ 卡，我们要让连不太懂机械手臂或自动化的人，在经过适当粗浅的训练之后，也能够基础的来使用机械手臂。因此 IQ 卡这一套作业系统就是强调简单易学、视觉化来操作。第二个呢，也是回扣我们前面有谈到的这个 ESG 的主轴，库卡我们的 KRC5 版本这个手臂控制箱呢，它不但较前一代节能了 35%，而且在这1-2年呢，内建库卡有一个叫做 Device Connector 的软体，这是一个内建软体，不需要再花钱加购已经直接建进去了。OK， 它可以连接手臂数据，让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透明，可以提供给业主去随时监看这个资产管理啦、通讯故障排除、状态监控，或者是一些保修保固的时间提醒。其功能可以透过此方式呢，辨识并且消除工厂中的生产作业瓶颈，透过状态监控预测性的维护，避免生产停机，就可以提升工厂生产力。再来第3个呢，随着这个节能减碳的议题也更为重视，很多的大厂都即将要被收碳税了以库卡 Quantec 这个大概100多到300公斤负载级距的机器人而言呢，采用的是最新经济型的直流电的技术。一般我们以往都是用交流电嘛，现在用直流电的技术，达到一个节能机器人的里程碑。相较于10年前我们同系列的机器人，它可以省下 60% 的能源。哇，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买一台新的车，它的汽油使用量是前一台的省下 60%， 是不是赚翻了？以上就是库卡观察到全球大概5大的自动化机器人使用趋势，以及我们自己朝3个方向正在努力精进技术的面向。 OK， 那我们最后有一个听众问答环节，那我们会提前收集这些听众的提问，那等等 Jen 你可以简单回答就可以了。那如果想要提问的朋友，可以到 LINE 社群搜寻台湾工具机产业交流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会在录制之前提前收集这些问题。那 Jen， 我们的第一题是，他是 Eric， 那他是台科大3年级的同学，他想问说，如果对于自动化或机器人技术感兴趣，库卡是否有提供相关的实习或者是学习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这个领域呢？好的，回答这个台科大3年级的 Eric 同学因为不晓得 Eric 是哪一个科系的，但实际上据我个人所知，台科大确实是有机械系相关的教授，
手上是有1-2台我们库卡机械手臂的哦，所以或许您刚好不是念到该科系，但是也没有关系。库卡确实我们这几年有感于就是自动化业界很需要人才，因此呢在今年的计划之中，明年是希望在寒暑假可以举办大概3到5天。它如果是试驾，我们应该跟客户收这个教育训练费用可能是要2-3万的可能是一个 Winter Summer Camp 这样的一个概念。招收的对象呢，通常会以各大专院校，像台科大一定是我们优先争取的对象，自动控制啊、机械啊，或者是资讯相关科系院所，大3、大4或甚至研1、研2的同学。那因为希望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实际摸到我们的机械手臂，因此呢，每梯次名额会比较有限一点，大概预计就是招收6到8名，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库卡台湾的Facebook 粉丝团，或者是加入库卡的 LINE 官方账号，我们都会在这个算是 Summer Camp、Winter Camp 的前6到8周来释出这样的一个报名讯息。另外，我们也计划就是这个各梯次班级中呢，如果结业表现很优秀的同学，那库卡也预计录取约1到2名，提供2个月的实习机会，您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跟我们一起去看各个厉害的工厂，或者是比较在地化的工厂，他们到底面临什么样自动化的困境。因此呢，这就是库卡目前计划，我们也想要投入一些产业的教育培训，以及将来有更多的种子心血能够进来，大家一起很有热情的为自动化服务。好，那我们第2题是 David， 他是一个建制自动化产线的工程师，他想问说，如果我们有计划将机械手导入公司的自动化流程，库卡有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资源呢？首先呢，我们分硬体、软体服务3块来讲。硬体的部分，库卡从3公斤到1300公斤负重的手臂，超过100款以上，包含特别低温的，我们可以在-30度仓储工作的极地系列，或者是特别高温可以耐到180度、200度的 Foundry， 也就是铸造系列的手臂，还有像无尘式的啦、防水的啦等等，机种非常的齐全，就是几乎是可以说市面上机种最多的品牌之一吧。比较不像有一些可能日系厂商，他们就是专注在中小型或者 Scala 这种比较简单型的机器人，但是库卡你可以一站整合、一场整合，就等于说你整场可以用同一个品牌的手臂，不需要再去考虑不同品牌之间的对接或者是保固维修的差异性。硬体的部分我们还有配合就是外部轴、转轴或者是线轨 linear， 可以让机械手臂在一定的范围内运动，或者是要制作工件的部分，它可以去做旋转，以达到最好的施作效果。那再来软体的部分呢，库卡已经开发了超过30套，马上就可以上手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软体，包含像 ArcTech， 也就是焊接可以使用到的，或者是 Kuka Sim， 它是 Visual Component， 就是我们拿来做 3D 动态模拟产线的这些软体，全部都是库卡有20-30项可以让客户自由的来选配，所以在软体资源方面非常的强大。再来最后服务的面向呢，我们全台湾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全部都有安排工程师驻点服务，可以说是原厂里面工程师应该人数相较是算比较多的品牌吧。那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就是在地化 localize 这件事情，因此会通常建议我们的 end customer 可能跟库卡以及我们台湾当地的 SI， 也就是 System Integrator 系统整合商一起来3方合作，尤其是台湾的系统整合商最了解我们在地的状况，可以弹性的配合。所以这个就是如果 David 他想要为公司导入自动化产线的话呢，可以来跟库卡洽询，我们提供软体、硬体以及在地系统整合的3个服务面向。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题是 Andrew， 那他是一个中小企业采购经理，他想问就是说，如果他们在采购协作型机械手之前，有哪些关键因素是他们需要提前去做考虑的？OK， 好，购买协作型手臂这个命题呢，可能要请 Andrew 先理解，或者是说跟库卡或任何的机械手臂厂商联系，就是市场内判断要用协作型，或者是说有自动化方面比较专业的，有协助判断过是用协作型，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要先访厂，确定产线上的应用，而不要先限制在某一个范围内，因为毕竟协作型可以选择的款式负载都还是稍微比较偏中小型一点。再来就是我们考虑协作型是因为想要容易使用吗？
还是说它真的有作业需求跟人会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内非常近距离、频繁的交互接触？那不论是为了使用或者是接触这两个任何的因素，其实工业型和协作型有各自的优缺点。那以工业型而言，通常我们都会协助整合上位电脑 PLC， 或者是使用 HMI， 可能操作员比较好去操控的一个界面。像我们在嘉义有配合的食品厂，透过系统整合商帮他们做的 HMI 界面，全部都是图示化的按钮，就是启动、停止、启动、停止这样子而已。实际上，工业型手臂它在操作上面也没有一般业主所担心的那么困难，因此我们都会建议，就是业主不论是想要采购协作型，或者是不确定该采购什么型的手臂或自动化设备，都很欢迎跟我们原厂直接联系，为您进一步评估。好的，那非常感谢 Jen。那最后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台北自动化展中，哪里可以找到库卡呢？太好了，非常欢迎大家来哦！8月23号到26号，它是礼拜3到礼拜6，在我们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4楼哦的 N414 摊位试一试。来库卡试一试吧！库卡本次有9大主题的展机等着您来体验，包含前面提到的协作型、工业型，以及跟我们配合很久的SI 这个系统整合商也有展机在我们的摊位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各种包含从金属加工、植物取放以及工业控制等等不同的新技术面向，欢迎大家来看看。今天非常感谢 Jen 带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机械手的应用有更多的了解。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虽然协作型机械手的应用非常的活，而且有许多的优点，但是是否适合目前的产线，或者是说目前的产线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使用，都是可以另外去评估的。当然，如果还在学习机械手的操作，或者是真的是需要人机共处的情况下，协作型绝对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如果你对机械手的应用有更多的想法，欢迎在8月23到26前往台北自动化展库卡的摊位，他们在南港一馆的4楼 N414。我想 Jen 以及库卡团队绝对可以很好的与您解说机械手相关的应用。如果您对工业或者是自动化领域有兴趣，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的厂商分享他们在各领域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产业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